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巴赫穆特的失守导致乌克兰军队上层的人事地震。2月5号，乌克兰政府忽然宣布，现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被解职。乌克兰军事情报的负责人布达诺夫呢，可能会取而代之。这次人事变动相当突然。列兹尼科夫为此向乌克兰的《真理报》表示，没有人找我谈过话，要求我辞职。泽连斯基的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战场上的俄军取得了主动，在巴赫穆特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俄罗斯的军队一反过去几个月被动保守的打法，进行了准确的穿插和猛烈的炮火袭击。首先攻克了北部的索勒达尔，然后慢慢的包围了巴赫穆特。乌克兰不断的投入兵力，但是没能够阻止俄军猛烈的攻势。从目前情况来看乌军失守巴赫穆特将是必然的。对乌军来说，丢掉1-2个城市并不是什么大事儿，而且巴赫穆特的位置易攻难守，本身就不太适合长时间的坚守。如果没有北约的情报支援以及苏联时代的留下的盐矿洞穴，俄军可能早就得手了。乌克兰方面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北约的新一轮援助也正在路上。在这个时候换掉国防部长，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丢了城市，更是因为丢了面子。自从2022年9月发动反击以来，乌克兰政府和军方就努力的在公众面前塑造一种英勇善战的形象，以少量的精兵对抗庞大而笨拙的俄罗斯军队。这种宣传一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不但在乌克兰国内，在西方世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共情。但是巴赫穆特一战的结果意味着乌克兰吹嘘的乌军英勇善战的形象的破灭，这个需要有人来挨板子。可能接任国防部长的布达诺夫于2020年8月5号才被泽连斯基任命为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现年不过37岁。据说从2014年开始，这个人就在顿巴斯地区活动。如果说在一些小国以这个年龄出任国防部长并不令人奇怪，当乌克兰是一个欧洲大国，也算是有相当的军事传统了。一个37岁的年轻人，就算是打了9年的仗，也很难具备当国防部长的心理素质和能力的积累。美国战区杂志对布达诺夫还做了专访，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不少信息。他应该是美国直接安插在乌克兰的一枚重要棋子。报道说，布达诺夫2次受伤，第一次是2015年，1年以后他作为特种兵执行任务的时候再次受伤。布达诺夫曾经遭受过至少10次暗杀，原因是他和泽连斯基关系密切。报道说，早在2021年11月，布达诺夫就预测了俄罗斯发起攻击的基本性质和时机。冲突爆发以后布达诺夫提出了作战方案，打击俄军的后勤车队，用导弹打击别尔江斯克港的俄罗斯运输船。布达诺夫的这些建议其实是美国通过卫星侦察、电子侦察、人力情报等多种手段，对俄军的部署和动作进行的精准的预判。美国的情报肯定要通过乌克兰的军事情报机关的负责人转达，此人必须是泽连斯基的心腹，也一定要准确的体现美国的意图。现在让这个人接任乌克兰国防部长，大概率是美国人的意思。很多人预判乌克兰战争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早期的苏联遗留的装备已经基本上消耗完毕，下一阶段乌克兰很可能主要依靠北约的制式武器装备来作战。乌军的编制体制和战术战法都要做相应的调整，有必要安排一个听美国的话，而且又熟悉北约军事体制的人物来协助泽连斯基掌管乌克兰的武装力量，而且还要能够协助总指挥扎罗日内组织作战行动。那么当北约援助的坦克和战斗机到位以后，乌军能否熟练的使用这些装备与俄罗斯打对攻呢？我觉得有一些困难。一是西方援助的武器装备数量偏少，根本无法对俄军形成决定性的优势。二是不同制式的装备未经培训，不可能拿来就用，还需要一定时间进行磨合。第三是在后勤保障方面还存在一些新的情况。当然了，在北约的情报信息支援下，是完全有可能像海马斯火箭炮那样
让俄军吃亏的，俄军不得不早做准备。好，这期话题啊，我们对乌克兰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评论。